我是 Riceman， 我住在硅谷，我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设计师。我今天呢要带大家去拜访一个我的朋友。在硅谷这个地方，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我的同行，他们都在科技公司工作。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去拜访的这位朋友，他做的事情在硅谷这个地方绝对属于是另类。他做的事情跟科技可以说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你非要我来介绍他的话，我会说他是一个织毛线的艺术家。老实说，几年以前我刚开始看到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的。那个时候我既看不懂他在做的东西，我也有点隐隐替他担心，说在硅谷这个物价这么贵的地方，他能不能靠织毛线来养活自己。但是几年过去了，我不仅看到他靠织毛线养活了自己，他的作品还进了画廊，卖了高价，拿了奖，还有博物馆要收录他的作品。所以我非常好奇的是，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呢？我叫马宇楠，我是山西太原人。我现在做的是纤维艺术。欢迎。这是你的工作室，这是一排都是好多艺术家都在这儿。这是你的同事吗？这些不是同事，你不认识他们是吧？有好多人都认识。这边是新来的一个画画的老人。哦，然后这是你的？对，这是我的。306，好，我们来看看。哦，你这个东西还按颜色排了一下是吧？对，就我自己挑手好挑嘛。到最高了，你做直点呗。我喜欢这种，哎呦，这有点太舒服了。那没关系，行吧，我就牺牲一下，我这个 idol 路线可以第2期再走。你先讲一下你叫什么，然后在哪里出生长大，现在在做什么？你做的这个东西叫什么？我叫马宇楠，我是山西太原人。就是在山西太原一直长到17岁来的美国，就没离开过太原。17岁以前，你问的问题很刁钻什么意思啊？就我的意思是你就是上学都是在太原上啊 ，OK， 就没有去别的城市上。然后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我现在做的是纤维艺术。纤维艺术，什么叫纤维？纤维就是我用的都是不同的种类的羊身上的毛，就是种类不同呢，它的粗细啊，然后和纤维的这个长短都会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就更蓬松一点，有的更柔软一些。举几个泡娃娃，举几个例子啊。例子，这个就是其实是西班牙的一个线，然后它做的就是像绳子一样，像纸一样宽宽的嘛。然后这是一种效果。然后这个是 alpaca， 这个线很神奇的一点是，它中间有一个纯棉的 core 的一个绳子，然后它把镜头前面，中间的颜色不一样哦。这个像是那个奥利奥夹心，就是外面脆，里面是那个巧克力夹心那个感觉。行，是不是？你讲讲你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领域的？就是感觉这个东西特别小众，你怎么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我觉得就是影响我的东西有很多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的毛衣就都是我妈和我姥姥织的，但是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当我开始做这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就是我姥姥她一直以来在就是织毛衣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给我带来挺大的影响的。因为你知道我姥姥现在还在织，就是她已经80多了，但她还在织，而且她就是很喜欢给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织一些东西，或者是给她自己水杯有杯套，比如面巾纸盒有面巾纸盒套，就各种的东西她都会织。她现在已经在开始织 baby 的东西了。她虽然知道就是现在物质不缺，就啥都不缺了，但是她还是想要给你织。对，她就是让我觉得我一直是被爱包围着的，所以我可能一直都是就是想把这种幸福快乐的能量用
我的作品传递出来，所以我就是选择传递这种快乐的信息。我大学读的是时装设计和时装市场和管理。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有做过这种时装设计师的实习，然后偶然呢进入到了一个包包设计的这么一个工作。就当时在美国接触到就是皮包设计这个领域之后呢，我就有回国找到一个我超级喜欢的一个工作，当时在深圳，是在一个就是一个皮包的一个工厂工作，当皮包设计师。然后我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编织这个工艺。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了，就我发现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机缘巧合，我就是想要再回美国读研究生嘛，然后我就决定读 knitwear design。那个学校有提供说，你毕业的时候是有机会可以去纽约时装周的，就是如果你最后的成品很好的话。我也成功的进入了纽约时装周，最后毕业的时候就带着我的一整个 knitwear collection。是不是这行业我们就是这种一代移民的这种人能够进入这个行业的也特别难？非常难，就不管是什么移民吧，你就算是美国人也很难。然后学完了之后，我就其实一度就很迷茫，不知道我该干嘛。我就是适合一个人钻在角落里面做东西的这种人，更多的就还是发现自己的优势，然后去 embrace it， 就是去真的相信自己在某一方面做的是好的，是比别人更好的。就比如说我呢，就其实很不擅长做很小的东西，很精致的东西。我其实读研究生的时候也上过一个那个珠宝的课。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很好了，但是我们班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比我做得好。他们可能就是在处理那种细节或者想法上，就是会有他自己的想法，是我想不到的。所以我知道我就是擅长处理比较大件的这种东西，或者比较粗犷的一些材质。当我真正能面对我自己的这个，就是我擅长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真的能做出好东西。这个就是我其实讲的，大家看到光鲜亮丽的成品前的制作过程嘛。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作品，它特别的点在于，你看它的制作过程看起来可能很普通，就觉得可能都是就是一绺一绺的这个纤维，但其实我在制作的过程中，我每一束的基底都加了一个比这一束纤维更深的颜色的纤维，你会看到它有一些 depth， 就有一些深度，就是因为我在底部加了一个比它的更深的红，你才能看到有这样一个好像从底部的一个阴影的，然后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不是很平的。这要反复，你这个东西要打多少次结啊？应该是4000个左右。就是在我制作过程中有了这个重复和规律之后，可能就给我一种内心很平静的感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怎么养活自己啊？其实我现在卖的还不错。没有，一开始很难了。比如说我去参加旧金山的那个 West Coast Craft 这种摆摊的，你自己去那边摆摊卖？对，那个也很少。就比如说我可能一次能卖2-3个，就一个周末2天的节日，你就卖2-3个作品。对，每个作品能卖多少钱啊？有300-400的，也有600-700的。但这个 craft 就是这种集市，也就1季度1-2次最多了。对，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想要打开这扇门嘛，让大家知道我，因为我就是前面相当于闭门造车了一段时间，你总是要 present 出去给大家看到，才能得到这种 feedback。去参加这种摆摊或者展览的时候，有一些人过来说：“这是帽子吗？这是 donut 吗？这是可以就是给猫来做的吗？”就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可能一开始会 confuse， 就是会有一些疑惑。我觉得参加那个很好的是让很多人认识了我，知道了我在做这个东西，或者知道了市面上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事后再跟我订，比如说为他的家的某一个角落特制的一个作品这样子。你知道有一个还蛮感人的故事，是有一个老爷爷，他跟我定制一个作品，
就是他老婆呢，他的老伴儿，就是好像在肚子这边长了一个瘤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拍了一个那个瘤的照片，然后让我用那个照片为灵感做一个作品要送给他老婆。天哪！对啊，就有这种故事啊。好好。对，就可以把这些故事串联到你一个作品里面。对，我就是有这个能力，怎么地？厉害。其实你也不用想说当下就一定会有回报，很多都是后面自然而然来的。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就是陈 Zackenberg Initiative 在展览的花朵的那个系列，然后那个系列也是在展览的时候被一个 museum 的人看到，然后他就邀请我2024年的时候去他的 museum 展览，这就是我第一次带作品进博物馆了。对，就是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想进博物馆。进博物馆。然后最好是可以有一个展厅，把它做成那种沉浸式的这种展览吧。就是你一进去，全是你的，全是我的东西。然后希望可以大家一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是我的东西，因为它就是那么特别，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在陈 Zackenberg Initiative 的展馆里面吧。然后我呢是参加了这种艺术啊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就被选中了，就是有机会可以把我目前做的7朵花都拿过来展。我所有的做出来这些花都是为了非常想要100%接近原本花的样子，所以就是会非常的逼真，试图把每一个细节都捕捉到，包括因为你看真的花可能和照片的花其实样子也不太一样的，有一些细节可能说不定你看真的你捕捉不到，可能一直盯着那个照片看才能捕捉到，甚至还有一些光影的东西，因为拍照片它才可能会有某一种光影。对。然后我也会想要把那个光影呈现出来。像这种我们很常见的身边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东西，很美的一些东西，因为太常见了，所以你可能路边路过看到它，你根本不会注意它，或者说你就想要仔细的观察它。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就很想把这种很美好的这种瞬间保留下来，就它盛开的这个瞬间，最漂亮的瞬间，用这种方式保